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油画基础网课。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画画常用到的一些材料。摆在我面前的有画画用到的画布、颜料、画笔、调色盘，还有各种各样的媒介、洗笔液这些东西。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些材料到底怎么用还有它们的一些特性。首先我们从颜料开始啊。颜料的主要成分呢，它其实是这种颜色粉啊，矿物颜色粉，有的是矿物啊，有的是植物，还有一些是金属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把它磨成粉以后，我们把它和油画用到的油和油混合在一起，然后把它加工成颜料。所以颜料里面一般来说就是颜料粉、油，还有一个填充剂。填充剂一般来说就是碳酸钙这样的东西。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颜料上的标签啊。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两支不一样的颜料，右边这个呢是贝碧欧的一支钛白，左边的这个呢是老荷兰的一个古蓝这个标签上面呢，首先是它的名字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它的英文名钛白，这个是古蓝啊。那每个牌子呢，每个颜料呢，它都会有它的不同的属性，比如说它的透明度。它的耐光性，当然还有它的里面的主要的成分，这个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包装上面把它分辨出来。那我们看一下这支钛白啊，钛白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框框，很多颜料都有不同的牌子可能标识的那个记号会有一些区别。像这个黑色的框框就表示是不透明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像这一支，它是黑白相间的这个框框，这个叫半不透明然后还有一种是，我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这个是白色的框框，白色的框框表示是什么呢？是透明我们应该还有一个半透明，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半透明的颜色。所以颜色的透明度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颜色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用透明的颜色去调一个和另外一个颜色混合的时候，那它发挥的作用呢就比较少。就好像我用一个透明的红色去加在一个蓝色里面，加在一个不透明的蓝色里面，那可能那个蓝色它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少如果我们是用一个不透明的红色，比如说像这个土红这样不透明的红色，我们再给它加到一个透明的颜色里面，那这个透明的颜色呢，受到的影响就会特别的大。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不透明的颜色，我们画在一个东西上面的时候，它是会有覆盖力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底下画了很多东西画了很多草图，然后我用这个不透明的就可以把它盖掉，然后这个半透明的或者是不透明或者是透明的，它就会让底下的那个颜色或者是轮廓会稍微的露出来一点，就看它的透明度来说来定所以这个透明度是大家一定要买颜料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的。其实是每一种不同的颜料都有不同的透明度，那每个标记透明度的方式不一样。你像我手上这支老荷兰的，它的那个颜色是直接画在这里的可以看一下，像这两支，这支古蓝和这个深褐，它们两个的透明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条纹比较深就表示它底下的条纹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这个条纹呢基本上被遮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半不透明和一个透明这两种不同的颜色。那我们看一下它背后的这个标签这里是一个耐光性的标签，每种颜色呢都会标注它的耐光性。像这个它的耐光性是3颗星的就表示是还不错的，还比较好的。耐光性呢就是指这个颜色我们把它放在正常的光线之下，它多久会褪色。那像这种3颗星的呢，一般的时间都是比较久的。那像这边就有一个稍微的弱一点的像这个绿色，这个绿色它是看一下这个大概是在这儿，它是2颗星的
啊，2颗星的。每一个品牌它都会标注它的耐光性，但是不是每一个标注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成分啊，每一个颜色上面都会有标注它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这支钛白，上面的成分就是一个 PW6、PW4，那它的这个成分呢是PW6钛白加上 PW4 锌白这2种色粉混合而成的。每一个颜色啊，它都有自己的成分，而且不同的品牌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成分列表呢，在我们的网课里面也有，大家可以自行查阅。这里顺便说一下啊，就是有些颜色，它不同的牌子，它的成分是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古蓝啊，这一支是老荷兰的，这一支是那个贝碧欧的。它的这个古蓝呢是一个仿制的古蓝，这个古蓝呢是一个真正的古蓝。所以它们2个的成分不同啊，比如说像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啊，它这个成分是 PB15、PB29 加上 PB6，它是3种颜色混合而成的仿制的这个颜色。那像它这个上面呢就是 PB28这一种啊，这就是古蓝的那个颜色。所以说我们买颜料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啊，就是这个颜料的安全性。好像我们这个 AP 的颜料啊，这上面有 AP 标志的颜料，表示是一个安全的颜料，就是可以正常的使用都不会有问题，儿童也是可以使用的。然后这个上面有 CL 标志的，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CL 标志的呢，就表示这个长期使用。那这个有 CL 标志的颜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CL 标志呢，就表示这个颜料其实是对人有害的。那就是你使用这个颜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那个危害，一定要了解它的危害，我们才能够使用。就很多人，但是你也不要听到说有害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油画颜料，它里面的颜色色粉是被油包裹起来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没有扩散性的，它不会被你那么容易的吸收进去。所以说你只是在使用的时候不要把它吃下去。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卫生，经常洗手。那我们现在再说一下颜料的分级啊。一般的颜料分为3种级别啊，有新手级、学生级和专家级。新手级的颜料呢，它主要就是给大家用来体验用的，里面的颜料的成分啊、填充物啊可能会比较多，它的成分也不是特别的纯，所以有些颜色不是很建议大家用。这个颜料给大家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油画该怎么玩啊，用这个就可以。新手颜料，然后然后学生颜料呢，它主要是给大家练习用，给学生使用，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但是它里面有很多颜色呢，它是仿色，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拿给大家看的那个古蓝，还有各种各样的很多啊，比如说铬黄、铬红啊这一系列的，有一些颜色因为它本身的成本比较高，然后再加上那个颜色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所以它就把它做成仿色，用其他的颜色把它仿制成颜色。所以一般我们在这种学生级的颜料里面，很多颜色它是用的仿色，而且它的颜色的种类呢也不是特别多。这样的话，我比较推荐就是大家新手去画画的时候用这个学生级的颜料啊，这个是不错的。然后再就是这种专业级的颜料啊，专业级的颜料呢，它的颜色是最齐全的。一般来说，专业级的颜料都有100多种。甚至有几百种颜色，它的制作呢也是用的那种原材料都是各种各样的矿物啊，它原本的那些颜色。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专业级的颜料里面有一些颜色它是有毒的啊。自古以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颜料，有一些因为是毒性太高啊，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们现在剩下的这种专业级的颜料，虽然有一些是有害的，但是大家能买到的基本上都是
不那么危险的啊。就刚刚我有跟大家说过那个 CL 标志。好，我们来再说一下这个媒介剂啊。所谓媒介剂呢，就是它将这个颜色粉和把颜色粉凝固起来，然后再和这个画布啊把它连接到一起，就这样它就不会掉了。所以媒介剂的作用呢还是很重要的。有的媒介呢是干的比较快，有的媒介呢是干的比较慢。我们其实作为基础班的学员呢，不需要了解太深奥的这个媒介剂的问题啊。我这里给大家就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面前的几个，一个亚麻油啊，然后一个核桃油，这里有一个罂粟油，同时还有一些什么红花油啊、葵花籽油啊，好几种这种油，我们都统称它为媒介剂。除了这油以外呢，还有这种丽坤啊，也是媒介，就是它的作用就是把颜色和画布凝结到一起。首先有的是这个媒介呢，有不同的作用啊，有的是快干的，有的是慢干的。像我们这个亚麻油，它就是干的比较快，一般1-2天就会干。然后这个核桃油呢就稍微慢一点，还有那红花油也是比较慢的。然后像这个罂粟油啊，就是干的最慢的一种油。那我现在手上呢还有这边这个丽坤是干的非常快的一个媒介，而且也不是特别容易变色啊。所以我还是如果大家就画那种简单的画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推荐用这个丽坤，不错的。然后像这个净油啊，这边有一种这个叫稠油了，净油是一种稠油，可以看到它现在很稠啊，像是那种蜂蜜一样的这种感觉，对不对？那这个油呢，其实我们在新手绘画的时候其实是不太用到的，因为这个一般都是用在后面的，这里就不多做介绍。净油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消除笔触，就画那种特别细腻的画，用这个。然后这边有这种熟化亚麻油啊，熟化亚麻油我们常用的是它干的比较快啊，所以我们在做那种油画油性底，或者是做一些肌理的时候，可以加这个熟化亚麻油，但是一般画画的时候比较少用。那还有一点啊，亚麻油这种油呢，它干燥的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它会变色，会变黄。我们常用的这些颜色里面，它加的都是亚麻油，就我们的颜料里面其实都是加了油的。基本上大部分的颜料它都是加了亚麻油，但是有几种颜料一般不会加亚麻油，比如说这个白色还有蓝色，因为这2种颜色是特别怕变黄的。蓝色变黄它就变绿了，对不对？然后白色变黄呢，它就黄黄的不好看。所以一般做白色的颜料的时候，它会放红花油或者是核桃油这种油啊。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尽量的买那种不变色的，买这种红花油的，像这种太白啊，有红花油太白和亚麻油太白，大家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好了，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下稀释剂啊。稀释剂呢，它的作用呢，就是把颜色给它变淡，稀释一下。可能很多人啊会被它的名字迷惑啊，有很多人，比如说这个松节油，你会以为是油。我们画画的时候啊，加松节油的作用，就好像往一个颜色里面掺水，就会把它变淡，然后那个颜色就变得薄薄的、淡淡的。那它的作用和加油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是减少那个颜料里面油的含量，所以我们的颜料里面本身都是有油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往里面加了稀释剂，那个油就被它稀释了、淡化了。所以如果我们加太多的稀释剂啊，那个颜料里面的油就已经被完全稀释掉了，就几乎就没有油了。它和油的作用区别就在这里啊。我们往颜料里面加油呢，它是增加油的含量；往颜料里面加这种稀释剂呢，是减少油的含量。那不同的稀释剂呢，它可能的稀释的效果也不太一样。有的稀释剂啊，就是你加了之后，它的稀释效果特别明显；还有的稀释剂呢，它的稀释效果会稍微弱一些。这也取决于不同的种类。我现在手上有3种，一个是松节油，这一瓶呢是无味稀释剂啊，就没有什么味道。
还有一瓶呢，这个是一个白精油啊，也是可以用来作为稀释剂的。还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精油啊，什么橘皮精油啊、薰衣草精油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用来当做稀释剂。稀释剂我们在什么时候用呢？刚刚起稿的时候，你在那个画布上面想要涂一遍很薄的颜色，而且让它快点干，我们就用稀释剂把颜料稀释了一下涂上去，那个颜色很快就会干，而且也只是薄薄的一层。我们再往上面叠加的时候，那个颜色就不会被它带起来，因为它本身含量就很少。那关于稀释剂呢，还有一点啊，油画，我们画油画的时候，其实比较危险的一点，也不是说危险吧，就是对身体影响会比较大的一点，就是这个稀释剂了。因为稀释剂它是有挥发性的，就是你只要把它打开或者是涂抹在画布上的时候，它就会挥发到空气里面。如果你的房间比较小，通风不好的话，那你长期会被你吸入到体内比较多的话，这样对身体就会有影响。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画画的时候，在画室里面啊，一个班有几十个人一起用这个稀释剂开始起稿的时候，那个阶段你在教室里面眼泪都会流下来，特别的累，特别的痛苦。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那种稀释剂的味道，我一般呢就会用这种无味稀释剂，它的味道会小一点，但是闻多了也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我听说有那种比较安全的那个稀释剂，我回头去把它找一找，然后在群里面推荐给大家。那有时候我们为了避免使用稀释剂，可以在这个画这个底色的时候啊，用丙烯颜料代替。有很多画家都是现在用这种方法。其实我有些画比较大的那种画，我要害怕使用太多稀释剂的时候，我也会用丙烯啊，大面积的底色先涂一下，然后后面再用那个油直接画，所以这样就避免使用稀释剂。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水溶性油画颜料，它其实和油画颜料是一样的，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油啊是经过处理的，那种处理过之后，那个油可以和水结合，我们就可以把它也像稀释剂一样的把它稀释掉，涂抹在那个画布上。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画常用的画笔啊。我们常用的画笔呢有猪鬃笔、尼龙笔、貂毛笔，还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动物毛的笔啊，我们就不用介绍太多。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常用的猪鬃笔啊。猪鬃笔就是这种白色的硬毛的这种笔，硬的这种毛。猪鬃笔呢很粗糙，它的作用啊就是它可以带的颜料很多，我们用它来画画的时候呢，一笔可以占很厚重的颜料，然后我们再涂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种比较现代风格的，比如说印象派的那种画，那种很粗糙很大的笔触，就是用这种猪鬃笔来画。然后这种尼龙笔呢，它的毛就软一些，它每次带的颜料就不会特别多，蘸上去带的颜料不会特别多，所以它画出来的东西也是比较平，就不会像猪鬃笔那样颜料是堆积起来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接下来有这种什么貂毛笔、狼毫笔啊，像这样的也是比较软的毛。貂毛笔啊，其实是油画里面比较好用的一种笔，因为它的毛比较有韧性，就是说它比较容易保持它的那个原来的形状。那这里还有这种狼毫笔，其实它也是比较软的，它跟貂毛笔有点类似，但是狼毫笔有个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比较容易变形啊，就是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就不太好用了。那我平时画那种比较细腻的画，就比如说我们要把一个人皮肤画得比较光滑，画得很光滑的时候，肯定是用这种软毛笔啊，像狼毫笔啊、貂毛笔啊这种，我们轻轻的去揉它，把那个颜色给它揉平，揉得很光滑，就会用到这种貂毛笔。那接下来再看一下这种笔锋的形状。那像这几支啊，这个是买了一个华虹的猪鬃笔的套装，这个是
针形的，这个应该是针形蛇形的那个，就舌头的蛇形的朱宗笔啊。然后还有那种平头的，像这一支是一个平头的朱宗笔。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蛇形的笔，它画出来的笔触是可以很细很尖的，但你也可以稍微用点力把它摁下去，这样它也可以画那种很大的笔触。那像这种呢，这种平头的笔呢，它画的笔触就是那种一块一块的颜色啊。我们要画那种笔触感很强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平头笔去画。那还有这种呢，细细的这种尖头笔啊，我们就是用来勾线，画一些很细的细节啊，用这种细细的笔来画。这些笔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都是需要的。那这边还有这种比较用的稍微少一点的，像这种圆头的笔啊，它的形状，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一个圆头的啊，对比一下啊，这个是平头的，一个这个平头的，这个是针形的，哪一支已经？下一个啊，好，我们可以推进一点看一下。那我们对比一下它，看一下它的形状啊，有这种这个是蛇形的，就是像舌头一样的啊，有的叫猫舌笔啊，这个是针形的，就是它稍微宽一点、短一点。这个呢是平头的啊，这个呢是圆头的。我们都在画不同的笔触的时候就会用到它。那这里还有一支呢，这个是扇形的啊，这个也是划红的。扇形笔呢，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它来涂抹那个画上的颜色。这个我等会儿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些笔到底怎么用啊。这里再拿几支软毛笔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现在手上拿的几支是这个达芬奇，还有笔黄啊，这边呢是这个划红的尼龙笔，这些都属于软毛笔啊。这种软毛笔的作用就是画那种很细腻的那些笔触啊，还有一些勾线，我们都会用这种软毛笔。那扇形笔呢，也有这种软毛笔的。手上拿的这一支啊，叫欢毛，也是很软的，它可以适合把那个背景，我们要画的很平的时候，也会用到它。好了，我们稍等呢，我们会给大家示范。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刮刀啊。我现在手上有几支不同的刮刀，当然刮刀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刮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像我现在这一支还不错啊，就是比较薄、比较软、有弹性的那种啊，就是很实在的。但这一支好像稍微的厚了一点点，不是一个特别好，因为它是买那个画笔送的。那我现在像手上这一支啊，它就是一个我用了之后感觉特别好用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牌子，但是好像买不到，叫丁托涅托啊，这个牌子的名字丁托涅托，我也是托很多人去找，最后发现也根本买不到啊。这个牌子的这个刮刀呢，它是很薄，弹性很好的，这样我们在刮颜料的时候，它就特别的好用啊。如果是那种很硬的，像这支还不错，但是这一把应该是什么凤凰的，这个就很硬，我们刮的时候就特别不顺手。这个刮刀的作用呢，除了要把那个颜料铲掉以外，它也可以用来画画。我们用来把颜料这样刮上来，然后再抹在画布上面，这种画法也是经常会有的。大家应该也看到过。接下来我还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用刮刀来画画。然后我们先讲一下画布啊，把那个讲完以后我们再演示。那我们再看一下画布啊，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画框呢，是一个中盛的练习用的框，它是混合麻的。我觉得平时我们画一些小的练习或者是就是普通的作品，不是特别重要的，用这种都是可以的。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这个店的画布的价格还不是很贵，然后质量我觉得也还行吧。就没有那种特别差的感觉啊。它这个你可以看到背后，它是一个混合亚麻的。那我教大家怎么来分辨。我们油画的画布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有棉布、亚麻布、混合布，还有各种化纤的画布。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亚麻、棉和混合啊，这3种，我们这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去区分。我现在手上呢有一本这个凤凰的给出来的这个画布的样品啊，你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棉的，你把它对近一点，对，棉的它有什么？怎么认呢？你看它的纹路是比较细的，然后看它的背后呢，棉布背后是白色的，是这种暖白色，就是棉布的那个颜色，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这种棉布啊，棉布一般都比较细，比较细腻。纯棉的画布一般来说不会用来画作品啊，我们都会用它来做那个练习用。你看这个很细的棉布。其实这个画布也还不错，但有那种很差的棉布了，很容易破，而且有些会漏啊，所以这个还是建议大家买好一点的。你看这个棉啊，它应该是漂白过的，背后特别的白。那还有那种混合麻的就是这种，可以看得到啊，这一块就是混合麻的。混合麻的背后呢，它是这种偏暖的这种灰色，就是它是把亚麻和棉或者还有别的什么纤维混合在一起啊，这样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中和的颜色，可以看得到啊，这个跟这个一样的，对，这后面也是一个混合的亚麻，混合的棉，可以看得到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杂色在上面。那么再看这个是亚麻的啊，这个应该是亚麻的啊，这个是混纺的。这个是亚麻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淘宝上去买，它会叫它雨露麻，你可以看到颜色明显的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颜色比较深呢，是一个深灰色的，这个是一个偏黄的那个灰色的，这2个颜色对比就知道了啊。颜色比较深的就是好的亚麻布，颜色比较浅的就是这种混合麻，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对不对？然后这个画布呢，我们还分各种各样的纹路，有那种细纹的，有超细纹的，还有中纹的、中粗纹的，还有粗纹的。这个就是看我们画画的时候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我们要画这种很细腻的写实的人物画，那我们一般来说就会用这种很细纹的画布。那如果要画那种风景画呀，比较抽象一点的画，可能有的人就习惯用那种特别粗的布，但是我个人来说，我喜欢用细纹和中纹这2种。你们看这个画布呢，有些也是有不同颜色的底子，这个当然我们买的时候可以自己去挑选，像这样是一个透明底的，你看这边后面是这种中纹和中粗纹的。那同样还有一种就比较少见的，这个是黄麻的，这个黄麻就是我们那种麻袋用的那个麻布这黄麻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使用，因为它太粗糙了。很多学过修复的人跟我们说，梵高以前画画的时候就用这个黄麻的作为底子，那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画坏了以后是根本没有办法修的。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作品也不期待以后有什么保存的时间有多长的话，那我们不妨用一用它的效果是很独特的。好了，
就画布呢，主要就跟大家介绍这些。大家买画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被那种奸商们骗了啊。他们很多是把那种，只要是个卖画布的，有些人他就说自己是亚麻的，我们只要看一下背后就知道了。你看这种浅色的，它明显就不是亚麻的。那这个它是因为底子是黑色的，所以它看起来是深一点啊。浅色的，要么是棉，要么是棉麻混纺啊。亚麻是这种深色的啊。一般来说，现在网上说自己是亚麻的，它其实是混合亚麻。然后只有说自己是雨露麻的，那它基本上就是真正的亚麻啊。就是这样的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画布，也就先介绍到这儿啊。然后我们还有一种啊，除了这些画布以外呢，还有这种木板啊。我这手上是一个涂层木板，当然这个是用过的，就是它是在一个木板上面涂了那个底料的。这个其实就比较光滑，比较平啊。大家如果用来画那种特别细腻的东西呢，也可以用它来试试。不推荐买太大的，这个东西很容易坏。然后调色盘啊，因为一般是这种木质的调色盘。画油画的时候啊，一般都会用这种木质调色盘。但是像这种呢，因为它是新买的，它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它会有点吸油。如果大家用的话，可以建议大家先在上面刷点油，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再用。当然也可以一边画一边就是它就会吸收一些油进去。还有时候我们特别懒得清理那个调色盘，就我们每次画完之后要把那个调色盘上面的颜料刮掉。但是有些人比较懒，比如说我有时候比较懒，那就用这种一次性的调色盘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调色盘呢，它里面是一页一页的，一页一页的，可以把它撕下来。很多，尤其是画丙烯或者是油画，都可以用这个。就是你看，它是分为很多页的，一页一页的。把颜料挤在上面，然后调完以后不需要了就把它撕了，扔掉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画油画常用的一些东西啊。稍后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去使用这个道具。然后，好吧，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怎么用。接下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颜料该怎么用。我现在就拿3支最普通的颜色，一个太白，一个中葛黄，还有一个这个是深葛红和一个古蓝啊。我们用这几种颜色来试一下。那油画呢，其实它的名字叫油画，其实它就是指这个颜料它是用油混合而成的不要以为我在说废话很多人不理解，他就以为油画是一定要加了油才能用，其实不是的。因为油画的颜料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用油跟那个颜色粉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加任何油，可以直接用来画画的。那为什么会加油呢？那就看我们需要画的时候需要不同的那种效果。这样的话你看我挤出来，它里面就有很多油，对不对？我们加油是为了让那个颜色产生不同的效果。那正常的，比如说像那种梵高莫奈他们那些画画的时候用的油都是非常少的。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演示就挤这3个颜色就好了。现在在这里再挤一点，倒一点这个无味稀释剂。那具体怎么调色了，我们在这个调色课上面也是有的，这里就不多浪费时间了首先是看不同的效果。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色调色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用一支画笔蘸一点颜色放在这个调色盘中间，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黄色要加白，我们在这个干净的地方再蘸一点这个白色再混在这里。那假如我要加这个红色了，我也是从这个边边稍微扒一点有的人可能
一开始不太容易掌握这个度，然后一下拔太多了。比如说我这里这样调的这个颜色是很粉的，我想让它变成一个蓝色的，那怎么办呢？我弄一点蓝色，不要把它加在这最中间，知道吧？我们从旁边这样去调，对，这个样子它就变得比较蓝。那如果我是把这个颜色就加在这个正中间的话，它会被这个周围的颜色把它吃掉，所以它变得就比较少。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想要调到的这个色彩来进行一个布置啊。像我们这个黄色多加一点啊，这样调色。那假如说我们这支笔想要把它上面的颜色弄干净，一般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太多次洗笔的，就可以这样。你看，我们把它上面颜色给它挤掉啊。每次画画的时候，旁边一定要准备一些餐巾纸啊，或者是那种废纸啊，用来擦这个画笔。那擦了之后，它上面的颜色其实很少了。你看，我们在上面蹭，在上面画，其实就没有什么颜色，影响不大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把它洗得那么干净。我们画油画不需要把笔每次在画的时候不要把它洗得那么干净，画完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洗干净。那如果你觉得那个笔实在是这支笔很好用，但是上面有的颜色我又不喜欢，我不需要这个颜色，那我可以用这个松节油啊，蘸一点，这样去洗。你看，这样颜色把它挤掉，这样我们不会弄脏这个里面的松节油啊，这个上面的颜色呢就被洗掉了。或者是用普通的那种亚麻油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看，我就在里面蘸一下。不要在这里面涮，然后把它掏出来啊，在这个擦笔的纸或者布上面这样擦一擦，它颜色就掉了。现在就相对来说比较干净了。如果真的要弄得很干净的话，那最好是用那个洗笔液。那这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画画的时候还有一种工具呢，就叫洗笔筒啊。这个东西里面是一个这个孔状的啊，我们这里面可以倒满洗笔液，然后画笔在里面涮了之后把它擦干净，然后用来洗，用来再继续用来画。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在画画的时候用洗笔液来洗笔，因为洗笔液里面可能有一些杂质啊什么的，会影响到你的颜料的品质。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用这个稀释剂啊稀释颜料。首先调一下这个颜色，沾一点这个颜色。你看现在这个颜色是很浓稠的，我在上面涂，它是不太，就是没有那么顺滑，没有那么的流动性那么好，对不对？油画本身它就是一个特别干的颜料啊，对吧？是这样的质感。那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稀释剂试试看啊。那加了稀释剂以后，你看到没有？它现在就变成这种像水一样的感觉了。这就是加了稀释剂的效果。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还可以多加一点稀释剂，就是少蘸一点颜料。我们把笔上面的这个颜色擦掉啊。然后用这种很薄的蘸一点这个稀释剂，再少蘸一点颜料，这样薄薄的淡淡的涂抹一遍这个底色。看，就是在起稿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有的可能是用一个纯度低一点的颜色，比如说褐色，或者是用那种蓝色都可以啊。那我们就用这个稀释剂，这样画这个很薄很薄的颜色。如果你直接用颜色用那个颜料画呢，它是画不出来这个的。我们来画一个形状，看，就很薄的颜色，而且它干得很快，干燥速度很快。接下来，如果我们再要往上面堆颜色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我笔上面已经擦干了啊，
你看这样画，它底下的颜色呢就不太容易的翻上来。但最好是稍微多等一等，等它挥发一下，然后再来涂这个颜色。那有些同学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画的时候那个颜色总是会反上来？那其实就是因为啊，你底色画的太厚了。这样稀释剂，但是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等它干一点，就整个的挥发掉。我们现在因为是示范嘛，时间不够，可能等个半个小时左右，它这个颜色基本上就干了，就可以再往上面画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看一下不同的笔的效果。别忍住了。啊，像这个平头笔，啊，我们画的时候，它的笔触是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吧？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颜色是很干的，很干的。我们想要让它变得顺滑一点，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不要加稀释剂啊。我们加稀释剂的作用，记住啊，是让它颜色变得很薄，像是加了水一样的淡淡的这种感觉。但是油画我们是需要往里面加油，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用点调色油。刚刚我们有说过那个媒介怎么用，就是我们不同的油，它的干燥速度和变黄的那个特性不太一样，所以，但是它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笔稍微蘸一点油，然后呢把它调和一下，啊，现在这个颜色它就变成了那种很稠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稠稠的感觉，而不是像这个加了稀释剂那种稀释的感觉，看吧，稠稠的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加油了？就是你想要那个颜色变得平滑一点，就用这个加油。你用稀释剂，颜色它是不会变平滑的，它是会变得像这样的很薄很淡，它不会变得平滑。加油它会让颜色变平滑。啊，假如我加个稀释剂，我看一下效果。啊，加了稀释剂以后，那个颜色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好像就变薄变淡了。我们再看一下别的笔啊。像这个软毛笔啊，软毛笔可以看一下，这个手上是一个平头的狼毫笔，给它加一点油，加一点这个颜色，我们就用这个红色吧，红色好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涂得很平整平滑，看到没有？再加点黄啊，慢慢的让它做一个渐变色的感觉。笔触了，我可以用这个软毛轻轻的这样揉，啊，它就可以变得特别的柔和，特别平滑。啊，近一点。
抬高一点。像这种很好看的、很缓慢的渐变的效果。我们再看看这个朱宗笔啊，朱宗笔如果我们要画这个呢，它就效果就比较硬一些，就没有这么的平。我们再画旁边画一个。当然，它也可以画这样的渐变，但它始终就会有这样一道一道的笔触。你看，这就是两种效果，对不对？这样就是一种比较现代的粗糙的效果，也很好看。这种呢，就是一种很朦胧、很柔和的这个效果啊。这样的两个效果各有各的好处啊。大家想要画什么样不同的风格的时候，就可以选用相应的笔。那么再说一下那个扇形笔的用处。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扇形笔的用处啊。扇形笔的话，我们经常用它来画一些比较特殊的笔触啊，像这样的，这种画一棵树、树冠，或者画这个草地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是扇形笔有时候会用上的一个方法。我们到时候会在那些示范里面会给大家看看它具体到底怎么用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天空，需要很平的颜色，对不对？加点油啊，画一个天空的颜色。那我们可以把颜色先这样涂上去，这样抹上去。上面再加一点点红色，让它变一个，做一个渐变的感觉。那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华虹的朱宗的扇形笔，这个挺好用的。我们就这样轻扫，看到没有？沿着这个方向这样扫。啊，这个颜色就变得特别的柔和，特别的光滑，对不对？就一下子就变顺了。这样可以再多扫一扫，这样轻轻的扫，可以这样平着扫，也可以这样上下的扫。它就从刚才那样一个比较不平整的颜色啊，变成了一个非常平整柔和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我们需要还要再平一点、再柔和一点，你可以用这种像这支那个欢毛的这个软毛的扇形笔，它可以画得更加的柔和。有这种烟雾的感觉。
我们再看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这个上面画颜色，又想要那个颜色特别纯，那这个时候可以试一下这个刮刀。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刮刀啊，你看我蘸一个那个纯的颜色，蘸在这个刮刀的底下，你看，这样画出来的颜色就是又浓啊又纯的这种感觉。我们用这个刮刀。画几片云彩在天上啊。当然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刮刀，大家如果是画的时候啊，可以自己去尝试不同的效果。我在这里呢，只是做一个小小的示范。我们有一个后面的很薄、很平的颜色和上面的这个比较厚的颜色来做一个对比，会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画面会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演示。那么这边也可以做一个上面加一个这种白色的，哟。弄得太厚了。就可以画出那种特别厚的感觉。刮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好清理，它比画笔来说更方便。只是说它没有办法画的那么的细，这样只要一擦就干净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画已经画好了，就到了最后的一个步骤吧，也是最麻烦的，大家都不喜欢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清理这些东西啊。像这个调色盘我们就可以用刮刀把上面的颜色都刮掉。每次画完之后呢，都要把它刮了比如说有些颜料你是刚挤出来，没有用多少的，我们可以把它留在上面。那其他的地方，尤其是调过色的地方，最好是把它都刮掉。因为如果你不刮的话，它第二天就干了，有可能就刮不掉了。把它刮了之后呢，这个扔掉。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上面用这个纸巾擦一擦。那如果你要上面比较干净呢，你可以倒一点油，我们刚刚调色剩下的那点油，把这个油倒在上面，这样可以擦得更干净一点，也可以用那个松节油或者是稀释剂来擦。我平时呢是用这个油或者是酒精酒精也可以，就把上面基本上擦干净就可以了。像这种没有封过油的调色盘，它的颜料是会吸进去的，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擦得那么干净。也不影响我们后面在画的时候，这个颜色它已经被吸进去了，干了后面再调色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后是这个画笔画笔我们是先用这个擦笔纸把上面的比较多的颜料把它擦掉。
然后放在这个洗笔液里，这个是一个小的洗笔桶啊，它也是跟刚才那个差不多的。在洗笔液里面洗一洗。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演示了，是用肥皂来洗啊。其实用肥皂洗可以洗得更干净，洗笔液洗的比较方便。洗笔液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就用的次数多了以后就不那么好用。我现在用到的是一个日本的牌子的无味洗笔液，就是它味道比较淡，跟那个无味稀释剂很像的那么一个东西。那如果是那种味道比较大的洗笔液，大家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阳台上或者是室外，洗完笔就把它放在外面啊，晾干就好了。它这个会自然挥发的。洗笔液呢，它是一个溶剂啊，颜料可以溶在里面。溶在里面之后，转过来一点。溶在里面之后呢，你看现在看这个洗笔液啊，它是浑浊的，对不对？但是它里面的颜色会慢慢的沉淀下去。你下次再用的时候，它就沉到底了。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过滤网，所以我们笔液不会碰到那个底。所以这个洗笔液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等到这个里面太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已经干净的过滤的这个洗笔液倒出来，然后把里面的沉淀物给它清理掉，然后这个洗笔液就又可以重新使用了。干净的擦一擦。那如果是要更干净一点，你可以用洗笔液洗一遍，然后再用肥皂洗一遍啊，这样画笔就可以洗得非常干净了。可以拿一块那个抹布，不要的旧的床单啊、衣服啊都可以啊，就这样洗完之后在上面擦一擦。这个是我用到的那个洗笔液。洗笔液它虽然也是一种溶剂啊，但是最好是不要用来画画，因为它有可能里面的成分不适合用来画画。我之前有一次用一种洗笔液，我以为它是稀释剂啊，我拿去把它当做稀释剂来画画，结果那个画布的底料就被我用这个洗笔液给溶掉了，就那个画最后变成了那个画布被溶了一个洞，所以说明有的洗笔液它是有一定的腐蚀性，就当它对于这种有机物啊有那种腐蚀性，就是这样，像那个丙酮啊这种类型的东西。有些颜色比较难洗啊，也没有关系，反正我那个笔上面肯定会带一点色彩的。最好是拿一块布，像这种纸，它一次性很容易就浪费了。在这个调色盘上面蘸一下，还可以顺便擦一擦调色盘。
好了，洗好的笔呢，我们就放在这里晾着就可以了。那如果是用肥皂洗笔啊，用水来洗的话，最好还要包一包。用洗笔液洗的呢，就不用包了，直接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啊，你再用这个把这个调色盘上面稍微擦一下，带了洗笔液的会擦得更干净。